我们常常听到人说，是他让我生气了，因为他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。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或许某个人在你开心的时候突然打破了你心中的平静，让你心中升起怒火。但真的，外界的言语和行为真的有如此大的力量吗？若细细思量，这其中是否有另一层更深的原因呢？这一篇文章将带领你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些情绪波动，让你发现痛苦的根源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你内心的执着。当你放下这些执着，你将发现世界不再是一个需要对抗的战场，而是一片心灵的自由天地。痛苦的源头真的来自他人吗？我们生活在一个互动频繁的世界，每天都要与他人交流、合作或摩擦。这些互动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快乐，但也可能引发我们的负面情绪，尤其是当某些事情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，我们往往会将这些情绪归咎于他人，认为是别人的错。他们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或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。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很熟悉吧？想象一个典型的日常场景，你早上心情不错，打算好好享受这一天，但到了办公室，发现同事把你辛苦准备的文件搞得一团糟，甚至没有向你道歉。瞬间，你的情绪从晴天变成了阴雨，怒火中烧。这时，你可能会想，如果他没搞砸文件，我今天会有一个好心情。似乎外在的事件完全掌控了你的情绪，让你感到无能为力。但仔细思考，真的如此吗？这个外在事件本身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？你或许会发现，真正让你生气的不是那个搞砸文件的同事，而是你内心对完美工作的执着。这种执着让你觉得一切应该按照计划进行，一旦这个计划被破坏，你就无法忍受，于是心中升起怒火。执着的本质让我们自投牢笼。执着是什么？它看似无形，但却强大到能控制我们的情绪和行为。执着不仅限于我们对某件事的追求，它更深刻地体现在我们对事物的期望。当这些期望未能实现时，我们内心的失衡便会产生痛苦。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机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珍视的事物，无论是名誉、地位、物质还是情感。我们总是希望这些事物能够按照我们的想象稳定存在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在不断变化，无法永远保持不变。当我们过分依赖这些外在事物来维持内心的稳定，我们便陷入了执着的牢笼。一旦外界的条件发生变化，比如有人对我们不尊重，事情没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，内心的执着就会被触动，我们的情绪便应声而起。举个例子，一位年轻的职场新人非常在乎自己的工作表现，他每天加班加点，力求完美，并期望得到上司的认可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他的工作被上司批评，甚至连一点肯定都没有。这让他感到极大的挫败与愤怒，因为他执着于自己努力应该获得的回报。他的痛苦来自于他对外在认可的执着，而并非上司的评价本身。生活中的执着，你能放下吗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小事困住。举例来说，你或许是个非常爱整洁的人，无法容忍家里有一丝一毫的脏乱。每天你都会花很多时间清理房间，确保一切井井有条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你的邻居不小心把公共区域弄得一团糟，这让你非常生气。你立刻敲开他的门，表达你的不满。但如果你内心没有对洁净这么强的执着，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件事，甚至可能不会发现过道上的脏乱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事情本身并没有激怒你的能力，真正让你感到愤怒的是你对洁净的强烈执着。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你对某件事物或某种状态有强烈的依恋，当它不按照你的期望进行时，你便感到痛苦。而如果你能放下这份执着，那么无论外界发生什么，你都能平和地面对。解决痛苦的2种选择。
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内心的痛苦呢？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试图改变外在的世界，让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期望；另一种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反应，放下内心的执着。第一种方式听起来不错，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现。试想一下，你希望所有人都按照你的想法行事，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还是社交场合中，都要对你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和理解。这样的世界是否可行？即使你真的能够控制身边的人，还会有不确定的外界因素影响你的情绪，比如天气、交通、经济变化等。要想完全掌控外在环境，成本高昂且毫无保障。反观第2种方式，放下执着，则是你真正能够掌控的选择。当你不再对某些事物过分依赖或坚持时，外界的变化无法再轻易动摇你内心的平静。这并不是说你要放弃追求某些事物，而是说你可以用一种更平和、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的失败和挫折。例如，当你的工作没有得到上司的肯定时，放下执着意味着你不再过分依赖外界的认可来定义自我价值，而是能从自己努力的过程中找到内在的满足。这样，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你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。5. 习气与痛苦的循环。我们的痛苦并非无缘无故出现，它往往是由我们长期积累的习气所驱动的。这些习气是一种深植于我们内心的反应模式，是我们在面对不同情境时自动化的应对方式。举例来说，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压力时，或许你会习惯性地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，而这种急躁的反应往往不是针对具体的事件本身，而是由于你内心的某种执着在作祟。例如，你可能过于在意时间，希望所有事情都能按时完成，因此当一个小小的延误发生时，你便会变得焦躁不安。这种痛苦的循环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当我们内心的执着被触动时，我们会经历痛苦，这种痛苦会强化我们的执着，从而进一步陷入情绪困境。例如，如果你对别人的尊重过分依赖，一旦遭到他人的冷落或批评，你的情绪波动便会强烈，这会加深你对外在认同的依赖。这样的循环使得我们的痛苦不断加剧，难以脱离。要打破这种循环，我们必须开始觉察到自己的执着。这需要我们深入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，并且反思这些反应背后的根源。当你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来自何处，便有机会开始松动这些执着，从而减少他们对你情绪的掌控。6. 放下并非真正的放弃。在讨论放下执着时，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为这是一种失去的过程，觉得自己会变得无欲无求，似乎失去了生活的动力。然而，事实上，放下并不意味着放弃，而是让我们对自己内心的认识更加深刻。当你能够真正放下执着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变化左右。你仍然可以有目标和追求，但这些追求不再带有那么多的压力。你会变得更加专注于当下，享受过程，而不再过度担忧结果。举个例子，一位艺术家可能过去对于自己作品的成功非常在意，认为只有得到他人认可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。但当他放下这份执着后，他开始更加自由地创作，不再拘泥于市场的反馈或评论家的评价。这种放下反而让他的创作变得更加纯粹和丰富。放下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，但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执着，并且练习不被他们牵引时，你会发现内心的平静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。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感到痛苦，无论是他人的言行还是生活中的各种困难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痛苦的根源时，会发现真正让我们感到困扰的并非外界的变化，而是我们内心的执着。当我们对某些事物产生过度的依赖和期望时，痛苦便随之而来。要摆脱这些痛苦，我们有2种选择：改变外在世界，或者改变自己的内心。
改变外界看似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，但它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和困难。相反，当我们学会放下内心的执着时，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化，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平和。最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真正的自由来自内心，而不是外界的条件。当你能够放下执着，不再被他们束缚时，你便会发现自己拥有无限的自由和可能。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，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，依然能够保持安然自得。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，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。请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，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